而且直接 KO， 直接顶走了，这个扫地来一句，好，这个朋友圈，这下应该直接 KO 了。美国壮汉嘲笑中国没有重量级选手，还没笑完就被一位中国巨人猛将一拳打翻。美国选手维吉尔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，据说此人性格极为恶劣，练拳走的也是野路子。果不其然，来到我们中国赛场后，居然当场嘲笑我们中国没有重量级选手。中国巨人猛将修鹏程对此表示：“一个在美国不成什么气候的选手来到我们中国叫嚣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可别等会在擂台上被我打得哭鼻子，到时丢你们美国人的脸。”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比赛第一回合正式开始。这里可以看到，带有黄色流苏短裤的就是我们中国选手修鹏程，而蓝色短裤的就是美国的选手维吉尔。要知道，这个国际赛场上多数重量级选手都是以黑人、白人为主，少有能见到体型非常强壮的黄种人，而我们修鹏程就是其中一位，而且长得又高又壮，看起来要比这个维吉尔还要高大。我们这场比赛要看维吉尔，曾经有人评价到，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像维吉尔这么凶猛，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像维吉尔这么有着这么强的抗击打力。像第一局双方打得非常的这个，明显能看出来，赛前还很嚣张的维吉尔看到我们修鹏程的身高后，就变得怂了许多，就连比赛时两人互相试探都变得小心翼翼。我们看修鹏程的顶膝，双方真是一下子就进入了对拼的这种情况了。对，速度和节奏都非常的快。修鹏程这位选手，大家看到他个子虽然非常的高，而且体重非常大，但是他的爆发力还有拳腿的连接的流畅性都是极为的出色，像一个中小级别的选手。现在的大级别选手其实也非常灵活，像刚才的这个修鹏程直接高边就上头。是的，对。我们看到这场比赛，维吉尔面对于修鹏程，能否？修鹏程这场比赛是非常急切的想要。这个维吉尔还是有点实力的，听说他一直在用野路子练拳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，能有这样的反应力。两个人开局打得还是非常激烈的，这火药味也是很浓，隔着屏幕都能闻到。尤其是修鹏程越打越兴奋。对维吉尔，双方在这个连续进攻，这个连续反击，维吉尔反击，这个就是维吉尔，他顶住了暴风骤雨般的进攻，顶住的压力，再次反扑。双方拼得太凶了，像今天的比赛很有可能要有人被 KO 掉。是的，第一回合双方就这样对攻，在大级别上特别有风险。看谁的护齿脱落，维吉尔的可能。找机会进行反扑。看到修鹏程啊，他的场外的指导在说，真的假的混合起来的，有这个是很危险，这个维吉尔危险。对，维吉尔身体流的是印第安勇士的血，他是来自于美国，可以说是印第安保留区的一位真正的印第安战士。对，但他现在面对的是中国最出色的大级别选手。是的，对，这场比赛看到双方又是反面拳，大一点。修鹏程的态势孤寂，颇为奏效。
果然，这一回合维吉尔的进攻节奏就放缓了不少，而且主要是以防守为主。不用说，肯定是被第一回合我们修鹏程的那一招重拳给打怕了。那么，作为一名格斗选手，这个时候维吉尔已经丧失了一些斗志了。昆仑决的比赛规则是鼓励这些比较激烈的对抗。是的，所以比较凶险，然后很多这种著名的运动员在这里被 KO 掉。是的，这场比赛作为上海全明星赛开山之战啊，真是已经让全场的观众大饱眼福了。邱鹏程刚才假动作想要起前腿的高边腿，不知道是不是有后手拳隐藏在后面呢？哦，扫踢，转身的扫踢来自于维吉尔，又是一个后手拳，这一下应该直接 KO 了。好的，非常的漂亮。邱鹏程又是靠着一手重拳直接击倒了这个维吉尔，而这次明显看出来，维吉尔当时已经是晕过去了，估计是无法再战了。真的没想到这场比赛结束的如此之快。抗击打力超强的美国印第安战士。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邱鹏程中国大级别的骄傲，也给这个今天的比赛做了一个精彩的开局。是的，2位。那么这里根据比赛回放可以看出来，维吉尔在受到第一记重拳的时候就已经晕过去了，还能站住，是凭借着身体本能。后面邱鹏程身体向前推，只轻轻一碰，这个维吉尔就倒了。恭喜邱鹏程获得比赛胜利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注意。哦，你看，前2拳都是扫着脸打到了，伤害是不大，但是这个控腿好机会，但是对方这个反应速度也不慢啊，抽腿抽得很快。我们的魏宁辉还是要在拳上找时机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魏宁辉在第2回合打得很激进啊，脸上的微笑也没有了，表情十分的肃穆，看来是打出了一定的火气。魏宁辉现在拳法真的是算是专业级别的拳法了，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要自己打什么拳，而且能够稳住，而且能发出力来。接腿，击拳，做高爆头的动作就是骗对方。我们可以看到魏宁辉一直在以一个高爆头的技巧在打对方，骗对方打拳，少用脚。这个宫尾清二郎明显也是有一些上头了啊。这个自己的优势明明在腿部，却开始频繁使用自己的拳。其实大家看魏宁辉在防守的时候，眼睛是在看对方的，所以这不是实动的防守，这是在找机会。很危险，双方都很危险。对，漂亮。可以看到我们的魏宁辉催泪大师不是白叫的，一直在攻击对方的双肋。好的，第2回合比赛结束，第3回合正式开始。这个双方的进攻欲望真的是一回合比一回合强啊！哎呦，漂亮，好时机！魏宁辉又笑起来了。这个看来节奏已经被我们的魏宁辉牢牢抓住了。宫尾清二郎现在也是有一些恼羞成怒，但是他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。就是防守的一瞬间的舒服。对。
可以看出双方这个体力消耗确实有点大了啊，一直在拖延比赛。这个反击是非常有效的啊！这个公园千二郎明明擅长泰拳，却是被我们的魏宁辉一脚击翻。可以看到这个公园千二郎是有一些尴尬了啊！好的，非常凶猛的一波对拼。我们来看看双方谁的状态更好。裁判敲铃，第3回合比赛正式结束。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比赛的精彩瞬间啊！双方在整场比赛打得都很迅猛，不愧是我们的催泪大师。魏宁辉真的是太强了，身体素质太好了。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啊，一般跟泰拳选手比体力可能是一个比较不太可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的魏宁辉做到了。没错，他3个回合保持着均匀的输出，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，而且好的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。最后的获胜者是漂亮，让我们恭喜本场比赛的胜者，我们的冠军魏宁辉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，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再开始啊，赛前挑衅对手，哦，踹膝盖，甩膝盖，漂亮，哦，言语攻击，不能说话，而且不能咒骂对手啊。对，就很多人认为比赛中是可以说话、可以交谈的，为什么不能说话？因为裁判不界定你这个说话是不是在给对手递信号、打假拳。没有听明白呢，对对不对？比如说，万一裁判认为好，你出一下后手，我就应声倒地了。对啊，那所以说裁判是一刀切，严厉交谈，所有的交谈都是禁止的，请大家注意啊。而且更是不能有那个叫骂啊，因为叫骂是赛前发布会的事情，是比赛中叫骂就有违运动精神了。对，比赛还是要看你们精彩的对决啊。对，再来转身腿。此时啊，这个对手变得非常的谨慎，不敢跟我们阿和江正面对抗。不论是哈哈酱怎样主动的寻求进攻，都是一副快离我远点的样子，有一种被打怕了的感觉。所以说，有些嚣张的老外真是皮子痒，不狠狠的打他们一次，这些人是不会长记性的。这不现在就已经变得比比赛之前乖多了。裁判警告两个人太消极了，后手摆拳，后手前板，这个拳啊就是拉足了这个能量，所以啊是显得有一些太过于明显。反摔，当心，乔瓦尼当心，哇，好漂亮，好强的腰力，直接到了侧压。现在到了孙悟空最擅长的地面战环节，侧压对手。
那么此时啊，两人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地面缠斗。其实啊，这是一个拼耐力的过程，而且还需要足够的经验才能挣脱开来。而我们阿河江是一个比较擅长站立的选手，对于地面上就显得弱势。这个时候，乔瓦尼好像也发现了我们阿河江的弱点啊，准备开始拿杯了。但是此时啊，阿河江也是反应非常迅速，抱住了对方的膝盖，不让他拿杯。对，你看，没有尝试去拿上位啊。裁判警告，手指头不能插对方消化道末端。因为对方的身体所有孔洞啊，比如说面部的七窍、双耳、双眼、双鼻孔、单口是不能插的，还有消化道末端，还有对方身上的伤口也是不能插的。对，这边乔瓦尼抓着一个木村的把位，想要尝试着往十字固或者这个反向逆向的三角去拉，是他一直在尝试这样的降服，对，降服。他想做一个倒的那种三角，对，三角角去降服对手。他现在这个位置搭得比较远，你看这个三角没有完全的搭住扣。对他，因为右脚的脚踝没有放到左腿的膝窝后面。是这边，然后将没了，可能要出来，这个三角角没了，出来了，漂亮，逃出来了。他尝试木村锁，但是对方头逃出来了呀。要有更多的这个进攻，双方现在把距离拉得非常的远。阿河江，你看这个出腿啊，包括前手的试探，像极了康纳麦克雷格。出腿。可惜康纳的这个致命的左拳目前还没有看到。对，后手击服。因为康纳的前手的这个拍击啊，是为他后手的致命的左拳的重击开路的。是，那才是他得意技啊。低手漂亮，踢得好响亮。两个人距离。阿江双飞踢，对，这几下腿法这个距离上把握的还是不错的。顶到角落，后手，勾手，再来后手，连续的进攻，顶住了，再推开，一个前触。双方把这个比赛节奏拉得很慢，但是大家都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阿河江的进攻上面。踹膝盖没中，都在猜测他下一次的进攻会是什么。哇！再来一个腾空的飞踢，漂亮，漂亮！这腾空飞踢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打中的啊！这时候被顶到了，昨晚你还是会非常痛的。而且这第二回合开始敲完，你就一直在拖长比赛节奏，这个时候也是有些松懈了，被我们阿河江抓住机会，狠狠地暴踢了一脚。弱于想用腿法干掉对手啊！阿河江有功夫捋一捋头发。还剩2分钟多一点，再来！哎呦，又是一脚！可以看出来，这个乔瓦尼一直在拉长两个人之间的距离。
阿河江则是步步紧逼啊。这个敌退我进，我们阿河江还是懂得这个道理的。这边我们看阿河江继续在给对手压力，后手没中。对手因为一直在往他的这个后手方向去绕，击腿，对他应该想办法切住这个角度啊，有后直的这个机会。踢头，对后手，哎呦，这下可是我们阿河将有些着急了。虽然刚才那一拳非常的漂亮，但是不仅空了，而且还被这个乔瓦尼成功摔倒，两个人又是进入了地面缠斗的状态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阿河江为了不给对手机会啊，也是转入了贴近地面的位置，这个位置防守还是比较轻松的。而且对手的体力也有不小的消耗，想要成功降服也并不轻松。的进攻，这边想办法先要过腿啊。现在乔瓦尼莫乔是感觉要休息一下，缓一缓。对他想就压一压对手，也没有太多的进攻。裁判估计要把这两人拉起来了。双方在这个位置没有任何的动作。哎呀，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！目前为止，这第二回合比赛也即将要结束了，而我们阿河江呢，面对自己弱势的场面，选择了和对手一样的方式，就是一个字拖。整理的时候我就跟你拼点数，到了地面我就尽量防守，不给你降服我的机会。只要能继续拖下去，我们也不是没有获胜的希望。想必对手也绝对不可能任由我们这样拖下去的。也成功的利用龙网啊来避免对手的这个进攻。对，我手没有拉围绳，我只是手肘。是。双方第二回合的角逐和第一回合有些相似啊。是吧？选手踩入这根滑倒，影响比赛的公平公正。因为他不是被对方的正确的技术所带倒到地面，是好的。那么比赛来到了第三回合，可以看到这第三回合开局和第二回合开局是一样的啊。说明这个乔瓦尼在这一回合中还是老一套，继续找机会降服阿河江，而这也证实了这个乔瓦尼自认为在战力对拼上是不如我们阿河江的。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保持着非常远的距离。其实这个过程中，阿河江对他挑衅，他也是非常的稳健，没有主动发起攻击。但要我说啊，这其实就是打怕了。开局那么嚣张，现在在擂台上却是一点也不敢了。好，两个人有点消极了。对，孙悟空半天不做进攻的动作，他基本上是不怎么在这种远距离，他基本上不怎么做进攻。对他几乎不出拳，他都是等对手进攻之后啊，他要找这个摔和地面控制的这个机会。对他一个略偏科嘛，对，就是站立方面的这个技能点数加的不高啊。是，而且从我这个角度可以看到，他的缠手应该是长得非常薄，所以基本上方便抱摔。对，看不到这个。好的。阿河江试探性的一脚踢过去，这个乔瓦，你还是第一时间往后撤，这说明对手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拖时间，而这个时间拖得越久啊，对于我们阿河江就越不利。看来对手真是为了赢，也是放下了这个所谓的面子啊。毕竟在擂台上，谁要是长时间的不主动比赛，要是在外国观众们都在喊着他，让他滚下去。对。而且一扎上场比赛是终结了。对，如果这场阿河江也终结的话，两个人就更有打一场的这个理由和热点了。腿上的假动作，上步。哇！现场观众不停的在起哄啊，一直在想要看到比赛有实质的发展，但是目前。进攻主导方的这个阿河江并没有做太多的动作，上步的后手拳假动作。下期。
美国拳王挑衅中国选手，被连踢3脚爆头，吓得屁滚尿流。中国人的猪脑袋太脆弱了，我一脚就能踢爆一个，根本就没有挑战性。说出这番无耻言论的，正是眼前这位美国的拳王詹姆斯·马佐尔。他在美国绰号叫头部粉碎者。这一次来中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他也是嚣张跋扈。目前连续打赢了3名中国选手，而且都是被他打成重伤了，也是越来越猖獗。然而面对如此嚣张的言论，中国腿法高手我们的中国小将王玉虎也是霸气出山，挑战这个嚣张的美国佬。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小将王玉虎，今年很年轻啊，才23岁，但是练腿13年，10岁便开始练习腿法。他从小出生在山里，可以说从小到大啊，有一件事情他所有的柴火家中的都是他用腿给劈出来的。那么这场比赛到底是谁胜谁负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好的，第一回合比赛，红方选手我们的中国腿法高手小将王玉虎，蓝方选手美国拳王头骨粉碎者马佐尔。这个美国人打拳啊，跟这个日韩的选手不太一样啊，他们这个喜欢打冷拳啊，某一个时间段突然这种短时间内的爆发还是很猛的。可以看到我们的王玉虎也是没有着急啊，打站立的话两个人其实都还好，不是说那么的强但也不弱，还是在找机会。漂亮，这一记回身踢有邱介良那股味道。那么观众朋友们，可能您不知道啊，王玉虎之前呢曾经是在邱介良的拳馆里啊学习过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说他正常来算的话应该是邱介良的弟子。好的，被逼到拦脚，我们的王玉虎还是这个想要打上几拳啊，这个位置很不错，漂亮。不会抢手，我不管比谁，你看是吧？打得很主动，这个王玉虎打得很主动。哎呦，马佐尔的防守啊问题很大，感觉像是有短板一样。3拳，可以看到马佐尔这个鼻梁已经红了啊，差一点被我们的王玉虎打断。很具有穿透力，他这个拳法很具有穿透力。其实这个美国拳手啊，可能是受到这个拳击的影响，所以说他们打自由搏击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抱身啊，就不停的抱身拖时间。碰到这种选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受的。但是我们的王玉虎呢，恰恰相反，他不是那种特别压迫式的选手，所以也不着急。好的，哎呦，这一脚差点是踢中了马佐尔的裆部啊，很危险。这要是一脚踢中，估摸马佐尔这辈子就要跟他媳妇儿啊没有什么生活可言了。如果说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出劲儿出来，自己也要小心。看马佐尔一贴身，马上就气就上来了。实际上，他现在这种贴身是一种消极的防守，不是主动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和态势。现在给人打懵了，但只有靠这种。好的，你可以看到马佐尔再一次啊被裁判分开。裁判这是要太过于消极比赛，黄牌。这小子必须得打了啊！再这么消极防守的话，怕是要被直接罚下场。哎呦，马佐尔再一次被这个裁判分开了，裁判可能也是有些生气啊，黄牌都已经亮出来，竟然还这么打比赛。有的这种后发力的这种情况，对于王玉虎呢也是不利。对，王玉虎考自己体力很强。第一局的比赛啊，特别的紧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啊！第一回合比赛打的还是很凶的啊。双方选手都展现出了这个差不多的应有的水准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玉虎可以在第2回合打得更好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，在这个第一回合虽说啊马佐尔这个消极防守，但是在这个空档中，我们的玉虎还是打出了很多的这个有效击打。好的，第2回合啊，马佐尔也开始这个逐渐的严肃起来啊，没有之前那股嚣张劲儿了。当中呢，王玉虎也是2到3次的侧踹腿。之所以到第2回合开始那个王玉虎采用这种战术和打法，就是体能有些问题。这个很漂亮，可以看到我们玉虎这个腿啊，特别的有力量。那么他以前劈柴的时候也是早上醒了啊，先劈1000块柴，然后中午再来500块，晚上再来1000块，这一天才算是过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腿啊，特别的有力量，肌肉很厚。安迪苏瓦呢是非常的像，就是以左右的平勾、击底勾拳，斜以低扫踢。那这场比赛他出的这个直线的拳法还挺多。
现在王玉虎回合这种开局，我们没想到原因就是体能下降太明显。第一回合冲的太猛了，他现在体能出现问题，看现在他也出拳也不精。双方此时也是进入了一个白热化阶段，体能消耗还是很大的啊。我们的玉虎也是有一些乏力了。一番的压力啊，确实在第2回合看能不能在体能上盯下来。他要用腿法控制距离，不要近身。那么在这个比赛之前，我跟王玉虎也经过聊天，他说我们现在山东队打完冠军赛和锦标赛之后，呦，也许是这个马佐尔在前期太过于消极了，我们的玉虎也是打出火气来了。这一拳打的是结结实实啊，有一点，但他不会打内围。是的，所以还是要保持这个詹马佐这个时候啊，重拳慢慢的显露出来了效果。场裁判庞洪超告诫这个王玉虎不要再搂抱，你再搂抱就对不要扣你分了。这个我们所提到，在第1回合比赛里冲得太猛，体能下降。对，这个实话实说，我也不喜欢这样的选手啊。这个只要一碰到马上就抱住，您可以看到，你看马佐尔又开始抱了，你这搁谁能受得了？已经是找回了自己的节奏。对于王玉虎来说，如果是跟詹马佐尔玩这样的节奏的话，对自己非常的不利。他不是想玩这种节奏，他是没体能。因为第一次打昆仑决，他不知道这3局3回合怎么打，怎么分配体能，这是不会的。昆仑决这个激烈的，他要对体能有保证。现在王玉虎非常奋力的进行。哎呦，这几击低扫好看吗？好看，拿脸换的。被我们的玉虎也数次直接命中头部啊！头力，人家距离有时候不高。这就是典型的体能下降一个征兆。看，自己腿都软了。刚才这太可惜了一点啊！刚才第2回合不仅仅是詹马佐尔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的节奏，王玉虎的体能呢也面临着好的，第2回合正式结束。这个马佐尔啊，拳打得太窝囊，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被评为美国拳王的。可以看到马佐尔这个战力打的啊，其实挺一般的啊，他这个可能是各项实力都很平均吧。让我们来看一下第3回合，我们的玉虎能不能 KO 这个嚣张的詹姆斯马佐尔？裁判也是看不下去了，疯狂的抱身，已经是第3回合了啊。看这一点的话，就是像荷兰那些运动员啊之类的，我觉得他们是的，全部3个。防守型主击点，他不想对方那个上来，但他不是完全用侧腿是一种重击对手，不是。你看现在这个反而看好的漂亮，这一击抱摔啊，也是我们的玉虎力气很大，马佐尔也是没有什么体能了。但他的迎击拳还比较准，是的，王玉虎在迎击的时候打了2个迎击拳，他就靠这个右手的后手出拳。这拳腿中组合是吧？一个体能好的原因，再一个他从第2回合已经慢慢的找回自己的状态，到第3回合完全控制王玉虎。詹马主要是挑战自己的体能。是的，而且詹马佐尔呢，他非常善于顶。哎呦，漂亮一击高扫，直接命中啊马佐尔的脖颈。我们来看看他能不能站起来。哎呦，没想到马佐尔这小美国佬还挺抗揍。好，那么比赛继续。绝对不能给你机会，一定要用后手重拳，右手后手重拳打进去，又是一轮的火拼啊！双方拼拳，看谁能。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一种场面，在场面占有情况，突然王玉虎一个又高扫，你要做高扫一个上头，给对方打倒，场裁判给他扣2分，这个成绩就奠定他的胜利。好的漂亮，一记侧踢，又一次将马佐尔击倒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马佐尔站起来很快啊，我的玉虎不要给他任何机会，能再踹一次啊，这个小美国佬就完了。对，这比赛没悬念，这比赛就没悬念了，打得非常好。 2次强毒3分没了，对不对？尽管第2局肯定是法可能马佐尔赢了，但是第3回合2次强毒3分。好的漂亮！裁判宣布比赛结束，我们王玉虎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
这个嚣张的美国老马佐尔终于是受到了正义的制裁，让他知道中国人不好惹，而且踢你的狗头也是相当轻松。KO 的方式，这在不被看好的情况，第3回合冷招，你说冷招吧，又是中国的职业腿法，吃烂腿上头，看，对，这个太棒了，这是第一次。那么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，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都知道，一个选手在场上的比赛，更是一个团队的作战。王玉虎连续3个侧踹 KO 了詹马佐尔的同时，刘腿披挂刘海龙微笑着从我们解说台旁边走过。